杀猪的，你这刀看着贵气啊，我出10两，你把刀卖给我吧。我的命都可以拿走，但这刀不卖。你就一杀猪的！少爷，老爷让我接您回将军府。有意镇刚，你把我丢在外面自生自灭18年，如今却大张旗鼓把我找回去，我倒要看看你到底有什么图谋。李青云，你别以为被爹叫回来就能在我面前耀武扬威，记住，你终究只是府里的野种，认清自己的位置，别妄想攀附不属于你的东西。猎杀时刻，当初我母亲是被你娘这个外室害死的，算下来，你才是野种吧？放肆！老爷，他刚来将军府就欺横霸市，目中无人，这种没教养的屠夫，怎配进我们将军府大门？爹平时最疼我了，敢打我，你就等着被挑断手筋吧。老爷，你这是做什么？哼，青云是我叫回来的，从今以后就是一家人，你们谁都不准闹事。为了我，竟然向他的宝贝儿子动手，看来这李振刚是想把我推出去抗事。带少爷去后院厢房住下。慢着！认亲总得有个彩头吧？这刀不错，爹。过2日你让我去金仪卫任职，正缺一把趁手的兵刃。依我看，这刀不如就当他送的认亲礼吧。既然喜欢，那便送你了。恭迎陛下登基。青云，天下是你我一同打下来的，我为你准备了一份大礼，终于就是他起了。这把刀名为斩龙，世间无双，从今往后见此刀犹如面圣。遵旨。青云，这把斩龙只许你一人可用。谢陛下。算你识相。李振刚，你以为找了个替死鬼回家，却没想到请回了一尊瘟神。这个机会我等了18年，这把刀便是我为你们准备的葬礼。斩龙刀在手，天下我有。耶！谁让你仿制的？这斩龙刀！罚他幽禁3年，没有我的允许，不得出门，谁都不准去看他。陛下，您这是做什么？元儿可是您最疼爱的孩子。谁都没用。这把斩龙刀是朕赐给我出生入死的兄弟李青云的信物，世上只能有一把，除了他，谁都不能拿。再有下次，不论是谁，满门抄斩。
好，好，不愧是我的好孩儿。是啊，景儿虽不是亲生，却也比身边不少人越发优秀了。只有景儿这样的孩子，真是我们的骄傲。爹，娘，儿子想去皇家院授见识一番。我这新得的刀，快不快？哼，福伯，府里的铡刀快吗？扎马草的刀，挺快的。少爷，您为何问这个？我只是觉得，这铡刀很快就要扎点儿别的东西了。大将军，夫人，不好啦！大少爷拿刀在皇家禁园里伤到了人。什么？放肆！这可是皇家禁园，把他给我拿下！别过来！这把刀是……我告诉你们，我爹可是李振刚，李将军，不就是砍伤了个尚书，我爹会赔钱的。把刀交出来！哼，看清楚了，这可是将军府的信物，是我爹给我的传家宝，识相的赶紧放我走，要不然等我爹来了，你们都没好果子吃！你说，这是你爹给你的传家宝？没错，知道罢了。动手！都给我住手！景儿没事吧？沈将军，小儿顽劣，回头我自会去圣上面前请罪。至于这把刀，却是老夫府上的东西，就不劳您费心了。大将军，你可知道此刀意味着什么？神往而报，有人夺陛下御赐斩龙匕首，意图弑君谋反，其罪当诛就tội。我的儿啊！
了生了什么孽啊！爹救我，我不想死啊！我已让此间主板再宽恕2日，爹一定会给你想办法的。是你，一定是你带来了不顺。自从你进家门，家中就总不太平。那把刀，也是你带来的东西。你是想让景儿遇到危险，对不对？青云，你的那把刀，真是圣上赐下的？怎么可能？他就是个卖猪肉的，就算那把刀真是御赐的，也肯定是他从哪儿偷来的。没错，老爷，这种市井之人手脚脏得很。咱们景儿那么优秀，可不能就这么被他毁了呀！我可是给过你机会，你非要拿，我有什么办法？你够了！青云，景恒将来要去金吾卫，前途不可限量。你不一样，你本就是屠夫，就算进了天牢，陛下念你寻亲不义，或许还能留你一命。你的意思是，让我替他把谋反弑君的罪名顶了？什么叫顶罪？那东西本就该算在你身上，能为景儿担下责任，对你来说已是难得的机会。哼，所以，就因为我是个卖猪肉的，就该死，对吗？好，既然你都这么说了，那我认。只要你认下这罪，我会打点好一切。就算你不幸死在牢里，我也会保证你进入李家祖坟，受后世供奉。带少爷去后院柴房，明日押往刑部。是。陛下，大事不好了！您赐给庆云大人的斩龙刀被人抢走了。你说什么？给我备最快的马！我倒要看看谁这么大的胆子，连我送给青云的斩龙刀都敢碰！李青云，你看到了吧？我这个养子才是爹娘的掌中宝，你个臭杀猪的，就乖乖死在天牢里，给小爷顶罪吧！哼。首领，我白天见到那把斩龙刀，便猜到是您。这把刀可是陛下赐给您的，世上仅此一件。您到底是怎么想的？难不成真要给李家那个草桃背锅顶罪吗？背锅多没意思，我就想看看，当这能把将军府压垮的锅来临的时候，他们还顶不顶得住？陛下已经知道斩龙现世的消息，他龙颜大怒，明日便将亲临将军府兴师问罪。明天？那不正好？
李景恒一心想在陛下面前露脸，他的爹娘更是不惜要我顶罪，只为保全他们的宝贝脚子。那我便送他们一程。你想我怎么做？告诉陛下，别那么早亮明身份，戏要唱全，才够好看。是。还有何事？我只是在想，如果他们知道自己弃如敝度的亲儿子竟是这等身份，该有多么懊悔。我很期待明天的这出好戏。你就装吧，等到了刑部，我看你还能装到什么时候？还不把人放了！奇怪，这声音怎么这么耳熟？你是谁？敢拦大将军的囚车？我看你怕是活腻了吧？我是谁，你不配知道。你，景儿，这里人多眼杂，别落人话柄。我听说那刀是李家的传家宝。禁院的事，他竟然也知道，莫非是皇室中人？是不是？关你屁事儿！据说是传家宝，却又以偷窃圣物的名义将人送往刑部。你们这可是欺君啊！欺君！祖传，那是哪一辈传下来的？你听了别吓着，这刀可是我爹祖辈随太祖皇帝征战沙场时得的赏赐，是我们李家身份的象征。不得胡言！爹，怕什么？反正有那杀猪的顶罪，出了什么事儿他扛着。你都听到了吧？他说这把刀是太祖皇帝赐下的。太祖皇帝，就凭他们也配？好啊，原来你们认识，我算是看明白了，你分明是这杀猪的帮凶。我现在就把你抓了，一起送去刑部作办。你敢？让他来！装神弄鬼，我倒要看看你到底是谁！陛下！你好大的胆子，敢对陛下动手！我要你的狗命！是我教导无方，犬子也是不知教理的是陛下，还请陛下恕罪啊！你说这刀是你们祖上传下来的？朕竟不知什么时候成了你李家曾祖，朕亲手刻下的龙纹，什么时候成了你家祖传遗物？说话！是他，这刀是那卖猪肉偷来的，跟我们没有半点关系啊！我们正准备将其送往府衙，听候大人发落。哦，合着这刀还是我强行塞给你们的？闭嘴！要不是你，景儿怎么可能会得罪陛下？你就乖乖去牢里替景儿偿幸吧。陛下，
像他这种罪大恶极、敢窃取圣物的贼人，我们李家今日便与持断绝关系，要杀要剐，全凭陛下吩咐。没错，圣上明鉴，偷窃御赐之物全是他一人所为，您要杀便杀他一个人吧。好，很好。可这刀是我亲手赠予他的。你说这刀是太祖赐你李家的，朕怎么记得这是朕亲手交给他的？陛下，我不知道。陛下，冤枉！这刀定是那位盖世英雄的。什么？陛下既然说刀是赐给他的，那定是赐给那位镇守边疆、劳苦功高的战神大人的，怎么可能赐给这个满身猪屎味的贱民？对，陛下，定是这李青云，他手脚不干净，不知从哪儿偷了那位大人的宝刀，这才引得陛下龙颜大怒啊！哦，偷的。千真万确，陛下，这杀猪的卑贱如泥，除了偷抢，他哪配得上这等神兵？求陛下明察，莫要被这贼人蒙蔽。好一个抢字！来人，将李氏一干人等连同涉案人等全数押往城外驿馆监押区，朕要亲自审问，这刀到底归谁所有？娘，陛下信了，我们没事了，那杀猪的死定了。李振刚，欢迎走进我为你们准备好的死牢。爹，陛下虽然暂时没杀我，但这欺君的罪名，要是查实那刀真是御赐之物被偷，咱们是不是还得死啊？偷盗御赐金牌宝刀，按律诛九族。什么？九族？那景儿岂不是也要？只有一个办法能保住将军府，保住景儿。什么办法？把这祸害逐出家门。只要我们在此之前与他断绝父子关系，并在官府备案，即便他犯了通天大罪，也牵连不到我们头上。对，爹，快写，让他一个人去死。他是杀猪的贱命，我是将军府的少爷，凭什么让我给他陪葬？哼！朱提二，过来。李大将军，有何贵干？签了他，从今往后，你走你的黄泉路，我李家过李家的独木桥。断绝父子关系，李振刚，你可想好了？这一笔下去，我是死是活，可就真跟你们没关系了。你还在犹豫干什么？你这个丧门星！自从你回来，我们家就没过上一天安生日子。娘，这也是你的意思？呸！别叫我娘，我嫌恶心。我崔如华只生了这一个麒麟儿，你这种满身铜臭腥膻的屠夫，就是我李家的耻辱。耻辱？好。杀猪的，赶紧签吧，签了你还能留个全尸，否则别怪爹娘不念旧情，让你死无葬身之地。你也这么想？签吧，念在你身上流着我的血，等你死后，我会让人给你卷一张草效。拿去，如你们所愿。从今往后，李青云与李家恩断义绝，死生不复相见。好，终于甩掉这个包袱了，我们有救了。原本还想给你们留条活路，既然你们自己把路堵死了，那就别怪我这把刀太快。李景恒，陛下有旨，
问你那斩龙刀究竟从何而来？若有半句虚言，立斩不赦。是他，大人，都是这个老东西。少爷，就是这个老奴才，他一直不瞒我是领养的。自从找到了那个杀猪的，他就和那个李青云勾结。那把刀肯定是福伯偷来给李青云，李青云又故意陷害给我的。哦，一个老奴有这么大本事？好你个吃里扒外的东西！我们将军府养你几十年，你竟然联合外人来害景儿！夫人，老奴冤枉啊！那是真的少爷呀，那刀是少爷自己带来的呀！住口！住手！心疼啊！既然是你的人，那就替你受苦。福伯，忍一忍，这笔账我会10倍讨回来。少爷，老奴没事，您快走，他们要害您。青云。来看笑话。娘知道，白天是你爹做的绝了些，但他也是为了这个家。这是娘亲手熬的肉汤，你从小没喝过娘做的汤，趁热喝了吧。亲手熬的，这是送行酒还是断魂汤？你这孩子说什么呢？娘只是想通了，既然断了关系，好聚好散。我只问一句，若我喝了这汤，福伯能活吗？能，只要你喝了，娘保证送福爷去最好的医馆。好，这一碗谢你深恩，喝完两不相欠。好汤。好孩子，你歇着，娘走了，喝了。虎毒尚不食子，崔如花，既然你做得了初一，就别怪我做15。李大将军在此看押嫌犯，你这一大清早不在牢里待着，跑到大堂来哭什么丧？沈将军，沈将军，家门不幸，家门不幸啊！罪臣教子无方，竟让那逆子闯下如此弥天大祸。将军明鉴，那逆子李青云自知窃取御赐圣物，犯下诛九族的大罪。他昨夜竟在牢中畏罪服自尽啊！自绝而亡，这别院守备森严。他一个被看押的嫌犯，从哪里得来的药引？回将军的话，那李青云本就是市井出身，常年行走分监，身上背着些药性本的泽马药，不相识，怕受惩处，这才走了绝路。是啊，将军，就将真兴其一人所为，与我们以下范军府与我的绝无半点干系。恳请沈将军立刻结案上报，就说犯事者已伏法，将军府院倾尽家财，只求将军明断，还我李家一个清白。只要把所有的罪名都推到一个不在人世的人身上，你们继续回去就能干干净净的荣华富贵。将军慎言，罪臣只是陈述事实，那毒是他自己喝的，罪是他自己认的，何来推脱之说？李大将军、李夫人，这大清早的不吃早饭，跑到这里念叨我的事儿呢。
怎么就这么盼着我出师？你没事？你明明喝了那碗汤药，你怎么可能还好好站在这里？真是不好意思，让母亲大人失望。可能是我身子骨硬了，那点药劲儿根本伤不到我。怎么，那碗汤药里的药材分量不够？要不你再去熬一碗？你为什么要好好站在这里？你为什么还要出来连累我？你凭什么拖着我一起受罚？我要让你付出代价！放肆！大唐之上，安敢造次！王大人，王大人，看在昔日你曾是我帐下千锋的同袍份上，这次你无论如何都要拉兄弟一把。这天牢别院已经被沈婉儿的禁军彻底封锁，若是到了明天天亮圣旨一下，我李家就全完了。大将军，您这话说的轻巧，劫天牢，这可是诛九族的谋逆大罪。下官虽然念旧情，但若是没有足够买命的筹码，下官可不敢拿头顶上的乌纱帽和身家性命去陪您赌。只要你能调动你手底下的死士，趁乱把我的景儿救出去，送到江南的祖宅隐姓埋名，我李振刚发誓，下半辈子做牛做马报答你。大将军，做牛做马就不必了，我要的东西您心里清楚。他早有投靠北方蛮族的心思。这是北境3州的绝壁布防图，30万镇北军的粮草路线换防空隙全在上面。你不是一直想拿北蛮的赏金吗？拿去！只要能保住我李家最后的香火，这大魏的江山破不破，老子管不了那么多了。